今天我们聊一个特别实用的话题，就是说中文的时候怎么不紧张。哎，这个话题太有意思了。我想起来，其实很多人都有这种经验，平时聊天挺好的，一到正式场合就开始结巴了，对吧？我记得我刚开始做主持的时候，哇，那个紧张啊！是吧？心跳加速，手心出汗，脑子一片空白。对对对，就是那种感觉。但其实这很正常，因为我们大脑在面对压力的时候，会自动启动一种保护机制。就像是身体在说危险，危险。没错，所以第一步，我们得接受这种紧张是正常的，不要觉得自己有问题，连那些经验丰富的演讲者，他们也会紧张。我听说过一个很有名的演员，每次上台前都要在后台吐一次。是的，紧张其实可以转化成一种能量，关键是怎么管理它。那具体怎么做呢？首先是准备，这个真的很重要，你知道吗？充分的准备能让你的自信心提升80%。怎么个准备法？比如说，如果你要做一个汇报，你不能只是在脑子里过一遍，你得真的站起来，对着镜子或者对着家人，把整个内容说一遍。哦，我明白了，就像是彩排一样。对，而且特别是开头的那几分钟，一定要熟记于心，因为开场是最紧张的时候。如果开头顺利了，后面就会越来越放松。这个我有体会，有时候第一句话说出来了，后面就顺了。没错，还有一个技巧就是把你要说的内容做成一个大纲，不是逐字稿，而是关键词。为什么不是逐字稿呢？因为逐字稿容易让你变得僵硬，如果忘了一个词，你就会卡住。但如果是关键词，你可以用自己的话来表达，更自然。哦，这样啊。那除了内容准备，还有什么？身体的放松也很重要。我教你一个特别简单的方法，深呼吸。这个大家都知道吧？知道是知道，但很多人做的不对。真正的深呼吸是这样的，用鼻子慢慢吸气，心里数1、2、3、4，然后屏住呼吸2秒，再用嘴慢慢呼出来。我试试。哇，确实有用哎。对吧？这个动作能激活你的副交感神经，让身体进入放松状态。那如果在台上突然紧张了怎么办？有几个小技巧。第一个，放慢语速。紧张的时候，我们容易说得很快，但如果你刻意放慢，反而会让自己冷静下来。这个有道理。第二个，找一个友善的面孔，在听众中找一个看起来比较和善的人，对着他说话，就像是在跟朋友聊天一样。哦，这个我没想到过。还有一个更有意思的，如果你真的很紧张，可以直接说出来。啊，直接说自己紧张。对啊，你可以说不好意思，我有点紧张，或者让我深呼吸一下，这样反而会让听众觉得你很真实，很可爱。这个我觉得需要勇气，哎。确实需要一点勇气，但试过一次，你就会发现听众其实很宽容的，他们希望你成功，不是希望你出丑。说到这个，我想起来一个朋友，他每次开会发言前都会在心里给自己打气。心理暗示很重要，你可以告诉自己，我准备的很充分，我有价值的内容要分享。而不是想着千万别出错。对，负面的暗示只会让你更紧张。还有一个技巧就是重新定义这个场合，怎么重新定义？比如说不要把它当成是一个表演，而是当成一次分享。你不是在表演给别人看，你是在分享你知道的东西。哦，这个心态确实不一样。是的，还有不要追求完美。很多人紧张就是因为想要表现得完美无缺，但其实小的失误反而会让你显得更人性化。我记得有一次看一个演讲，那个人忘词了，然后他笑着说，让我想想，台下的人都笑了，气氛反而更好了。没错，这就是真实的力量。还有一个长期的训练方法，就是多抓住机会练习。比如说
比如在朋友聚会的时候主动讲个故事，在会议上主动发言，甚至在家里对着宠物练习都可以。对着宠物练习，这个有意思。关键是要习惯在别人面前说话这件事儿，刚开始可能会不自在，但慢慢就好了。那有没有什么身体上的小动作可以帮助放松？有的，比如上台前可以甩甩手、转转脖子，或者握拳再松开，这些都能释放肌肉的紧张。我还听说过一个方法，就是在手心写个人字，然后吃掉。这个更多是心理安慰，但如果对你有用，那就用心理安慰，有时候也很有效果。对，有时候一个小仪式感就能让人安心。还有一个很重要的点，就是要了解你的听众。怎么了解？比如你要在公司开会，你可以提前想参会的都是什么人，他们关心什么，他们的背景是什么。了解的越多，你就越不会把他们当成陌生人。这样就不会有那种所有人都在盯着我的感觉了。对，而且你还可以准备一些互动，比如问个简单的问题，或者让大家举个手什么的。互动确实能缓解紧张，因为注意力就不全在你身上了。没错，还有一个技巧就是提前到现场熟悉环境。这个很实用。你可以站在台上感受一下，试试话筒，看看听众席的布局，熟悉的环境会让你更有安全感。我想起来，有些人还会带一个小物件，比如一支特别的笔，或者一个小饰品，当做心理支撑。这个也不错，任何能让你感到安心的东西都可以。那如果是临时被叫起来发言，没有准备时间怎么办？这种情况确实比较考验人。首先，给自己几秒钟的时间整理思路。可以说让我想想吗？当然可以，然后快速在脑子里组织一个简单的结构，比如首先、其次、最后。有个框架就不会乱了。对，而且说话的时候可以慢一点，边说边想下一句要说什么。这需要练习吧？确实需要，平时可以给自己出一些题目，比如用3分钟介绍你的家乡，然后马上开始说，不给自己准备时间。这个训练方法不错。还有一个心态上的调整，就是要记住，大部分听众其实没有你想象的那么挑剔。怎么说？他们可能在想自己的事情，或者在看手机，或者在想待会儿吃什么。真正专注听你说话的人，通常都是善意的。哈哈，这么一想，确实轻松多了。而且即使你说的不够好，过几天大家也就忘了。但如果你说的好，他们会记住你分享的有价值的内容。所以重点应该放在内容上，而不是表现上。完全正确。还有一个很有用的技巧就是录音练习。录音。对，你可以把自己要说的内容录下来，然后听一遍，这样你就能发现自己说话的习惯，比如是不是说得太快，或者有没有口头禅。这个我试过，刚开始听自己的声音会觉得很奇怪。是的，但习惯了就好。而且录音还有一个好处就是你可以反复听，直到对内容完全熟悉。那有没有什么食物或者饮品可以帮助缓解紧张？这个其实没有什么神奇的食物，但有几个小建议，比如不要空腹，因为低血糖会让你更容易紧张。那应该吃什么？吃一点容易消化的，比如香蕉或者坚果，避免喝太多咖啡，因为咖啡因会加重紧张感。水呢？适量喝水是好的，但不要喝太多，不然中途想上厕所就麻烦了。哈哈，这个细节很重要。还有，如果可能的话，穿让你感觉舒适和自信的衣服。衣服也有影响。当然，如果你穿着不合适的衣服，你会一直想着我看起来怎么样，这会分散注意力。所以要选择熟悉的、舒适的衣服。对，而且最好提前试穿一下，确保没有问题。我想到一个问题，如果在说话过程中突然忘词了怎么办？这个很常见。首先，不要慌，你可以停顿一下，喝口水，或者说让我重新组织一下语言。然后呢？
如果实在想不起来，可以跳过那个点，继续说下一个，或者换个方式表达同样的意思。听众会发现吗？大部分时候不会，因为他们不知道你原本要说什么，所以也不知道你忘了什么。这么想确实轻松多了。还有一个技巧，就是学会使用过渡语。比如同时更重要的是，这些词可以给你争取思考的时间。这些词就像是缓冲一样。没错，还有，如果你发现自己说错了什么，不要纠结，继续往下说就好。为什么？因为如果你停下来纠正，反而会让听众注意到错误，但如果你继续说，他们可能根本没发现。这个心理学很有意思。是的，我们总是觉得自己的错误很明显，但其实别人没有我们想象的那么关注。那对于那些特别内向的人，有什么特别的建议吗？内向的人其实有一个优势，就是他们通常准备的比较充分，思考的比较深入。但他们可能更容易紧张。是的，对于内向的人，我建议从小场合开始练习，比如先在3-5个人面前说话，然后慢慢增加人数，循序渐进。对，而且内向的人可以多利用自己善于倾听的优势，在说话之前先观察听众的反应，这样能帮助你调整内容和语调。这个建议很实用。还有，内向的人通常比较真诚，这其实是一个很大的优势，真诚比技巧更能打动人。确实，有时候那些特别流利的演讲反而让人觉得不真实。没错，还有一个长期的建议就是多读书，多积累素材。为什么？因为当你有足够多的知识储备时，你就不会担心没话说，而且你可以随时举例子，让你的表达更生动。这个需要时间积累。是的，但这是最根本的解决方案。当你真正有东西要分享时，紧张感会自然减少。因为注意力转移到了内容上。完全正确。还有一个技巧就是学会讲故事。讲故事。对，人们天生喜欢听故事。如果你能把要表达的观点包装成一个小故事，听众会更容易接受，你也会更放松。因为讲故事比较自然。是的，就像平时跟朋友聊天一样，你可以说我有个朋友遇到了这样的情况，或者我之前看到一个很有意思的例子。这样开头确实比较轻松。而且故事有情节，有起伏，比干巴巴的道理更吸引人。那如果遇到特别严肃的场合，比如工作汇报，也可以用故事吗？当然可以，但要选择合适的故事。比如你可以分享一个项目中遇到的具体问题和解决过程，这既是故事，也是专业内容。这样既生动又专业。对，关键是要让抽象的概念变得具体可感。我想到一个问题，有些人说话的时候会有口音，这会影响表达效果吗？口音其实不是问题，关键是要说得清楚。很多成功的演讲者都有口音，但这不妨碍他们传达观点。那如果自己对口音很在意怎么办？可以练习标准发音，但不要因为口音而不敢说话。自信比标准发音更重要。而且口音有时候还能成为特色。没错，比如有些地方口音听起来很亲切，反而能拉近和听众的距离。那语速呢？有些人说话特别快。语速确实很重要，太快的话听众跟不上，太慢的话又显得拖沓。怎么找到合适的语速？可以录音练习，或者请朋友给意见。一般来说，比平时聊天稍微慢一点是比较合适的。为什么要慢一点？因为正式场合下，听众需要时间消化你说的内容，而且慢一点显得更从容，更有权威感。这个我有体会，那些很厉害的演讲者说话都不急不慢的。对，而且适当的停顿也很重要。停顿可以让听众思考，也可以给你自己整理思路的时间。但很多人害怕停顿，觉得会很尴尬。其实不会的，适当的停顿反而显得你很有控制力。你可以在重要观点前后停顿一下，起到强调的作用。
这个技巧很实用。还有一个建议就是多观察优秀的演讲者，看他们怎么处理紧张情况。不只是紧张，还有他们的语调、手势、眼神交流，这些都可以学习。有推荐的演讲可以看吗？可以看一些 TED 演讲或者一些知名人士的公开演讲，注意观察他们是怎么开场的，怎么结尾的，怎么处理互动的。这个确实是很好的学习方式。而且看多了你会发现，即使是很有经验的演讲者也会有小的失误，但他们都处理得很自然。这能让我们意识到完美不是必须的。完全正确。最后我想说一个最重要的心态调整。什么？要记住，说话的目的是沟通，不是表演。你的目标是让听众理解你的观点，而不是让他们觉得你很厉害。这个区别很重要。是的，当你专注于沟通本身时，紧张感会自然减少，因为你的注意力在内容上，而不是在自己身上。而且这样说出来的话会更真诚。没错，真诚的沟通比完美的表演更有力量。总结一下，克服说话紧张主要有几个方面：充分准备、身体放松、心态调整，还有平时的练习积累。对，而且要记住，紧张是正常的，不要因为紧张而责怪自己。每个人都会紧张，关键是学会与紧张共处。而且随着经验的增加，紧张感会越来越少。是的，但即使有经验了，适度的紧张其实也是好事儿，说明你在乎这件事。那就把紧张当成一种提醒，提醒自己要认真对待。完全正确。最后想说的是，不要因为害怕紧张就避免说话的机会，每一次开口都是一次成长。是的，勇敢地迈出第一步最重要。而且你会发现，大部分时候结果都比你想象的要好。因为我们总是把困难想得比实际更大。没错，所以下次有机会说话的时候，深呼吸，告诉自己我可以的，然后就开始吧。希望今天的分享能帮到那些为说话紧张而困扰的朋友们。如果你觉得今天的内容有用，也可以分享给身边需要的朋友。是的，让更多人能够自信地表达自己。